恭喜宿主完成每日签到，获得5000年修为。检测到宿主已触及玄黄大世界位面极限，本世界最高境界大地境，强行突破将引发位面壁垒崩塌，法则崩溃，造成大陆覆灭。当前封存修为1000万年。罢了，暂存就暂存吧。别人穷尽一生欠债苦修，只求触摸大地门槛，登临世间巅峰，没想到我的大地修为仅仅是开始。顾师叔，您在吗？今日是我宗招收弟子的日子，师尊特意让我来请您过去，看看有没有看上的弟子，好给紫竹峰增加点人气。又到了招收弟子的时候了。这几年每次收徒大会，宗主都要催着我收徒弟，可我也只修炼了几年，才刚到宁丹境，哪有本事教别人？顾师叔您太谦虚了。不说这个了，宗主最近还好？师尊一切安好，前几日还念叨您呢。也罢，以后给他再开个小灶吧。这是清心莲子，拿去泡茶喝，对稳固心境有好处。多谢师叔。师叔，那收徒大会去看看的也好，不过先说好了，我可未必会收徒。收徒还是算了吧，我还想多清静几年。今年的苗子确实不错，你看那个穿蓝衫的少年，根骨清奇，是块炼体的好料。何止炼体，东边那个丫头握剑时指尖有剑气流转，是天生的剑胚。挑选传人，天赋固然重要，可品性更得过关。咱们清玄宗的传承，可不能交到心术不正之辈手上。长老，这位是谁？他是紫竹峰的峰主顾长歌。紫竹峰就是那个特殊存在。那顾长歌似乎只有宁丹境修为。你懂什么？顾峰主今年还不到20岁，不到20岁的宁丹境，堪比李玄风师兄了。7大种峰的峰主哪个不是洞天境？他一个宁丹境怎么能当峰主？别乱说话。紫竹道人对宗门有大恩，他的弟子当峰主怎么了？长歌见过诸位师兄。你这小子可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往年收徒大会怎么请你都不来，在家待着无聊，过来凑个热闹。长哥，你身为紫竹峰峰主，10年连个记名弟子都没收，像什么话？触发现实任务紫竹传灯，是否接受？任务要求招收1名亲传弟子，任务奖励未知，任务失败无惩罚。不是系统，你这任务奖励搞未知，逗我玩呢？宿主无需质疑，接受任务可获得破妄神瞳，能看穿一切虚妄。接受。已接受任务，破妄神瞳发放成功。大多是些尚可雕琢的璞玉，却没一个能让我有收徒冲动的。战神体怎么还带残缺的？检测到目标遭本命骨暗算，先天看本源受损，导致体质发育不全，需用先天灵髓驱除毒素，用9转金丹补全残缺体质，方能修复。收这个少年当徒弟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。战神体潜力无限，而且看他的心性，也不是那种会惹是生非的人。不过收了徒弟，就意味着要多一份责任，以后怕是不能像现在这样清闲了。此后3年，萧若白成了玄州大地上的流民。滚！走吧。他要活下去，要变强，要把那些人一个个拽下来。顾长歌看到萧若白的前半生，轻叹一声。此人残缺的战神体虽不及完整状态，可底子还在。更重要的是，这少年眼底藏着的韧性，比那些天赋出众却眼高于中的孩子更合他心意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萧若白，弟子萧若白，见过前辈。这孩子资质不是测过了吗？凡阶下品，连外门弟子的标准都勉强。紫竹峰主怎么会看中他？你愿不愿意拜我为师，入我紫竹峰？此人资质是凡阶下品，顾峰主没找错吧？听说这位顾峰主常年避风，怕是不知道凡阶下品意味着什么吧？咱们清玄宗虽不为资质论，可凡阶下品连引气入体都难，收来当亲传弟子的。长哥，收徒可不是儿戏，这孩子资质实在太差了，还是要好好选几个好苗子。你若不想费心教，我剑啸峰可以指派长老帮你。我看那个沈惊鸿不错，天级资质，跟在你身边，至少不委屈了紫竹峰的名头。长哥，你若只是想找个伴儿，让他做个记名弟子便好。亲传弟子关乎风脉传承，再想想。多谢诸位师兄好意，不过我选徒弟，向来只看顺眼不顺眼。怎么，不愿意拜我为师？弟子愿意，能蒙师父不弃，弟子万死不辞。丁，检测到宿主已招收亲传弟子，任务紫竹传灯完成。
奖励发放：破荒神瞳已激活，鸿蒙紫气100缕，先天灵髓1壶，大地公。居然是鸿蒙紫气100缕，这收徒的奖励果然丰富。这可是传说中开天破地时诞生的先天之气，蕴含着最本源的大道法则。至于大地功法战神册，一看就是给萧若白准备的。那先天灵髓能洗髓法脉，重塑根基，对残缺的战神体而言是量身定做的至宝。系统果然豪横，出手就是一壶。这般手笔，怕是整个玄黄大世界都找不出第二份来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顾长歌的亲传弟子了。跟我回紫竹峰吧。诸位师兄，长歌先行告辞。这孩子眼神里的东西比天级资质金贵多了，说不定这孩子真能有一番成就。这顾小子眼光倒是越来越怪了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紫竹峰的大弟子了。虽说现在就你一个徒弟，但规矩还是得立。第一，不要主动惹事，但若有人找上门，也别怕事。我知道你有仇家，真到了动手的地步，记得把尾巴擦干净。是，师父。第二，在你没真正成长起来之前，遇到姓叶的、姓萧的、姓楚的，尤其是那种看起来平平无奇，却总有机缘找上门的，能躲就躲。为何？别问，照做就是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条，无论将来修为精进多少，切记要藏锋敛锐。往后修炼，人前显露30%实力便足够，多给自己留几分余地。记住，苟得住，才能活得久。前世看的小说里，叶萧二姓多是天命主角，麻烦不断。这徒弟偏偏姓萧，我本想在紫竹峰安稳度日，竟收了个疑似主角的弟子。也罢，就算是主角，凭我界内无敌的实力，也能稳稳镇住。徒弟，你凑近点儿。跟你说个秘密，师傅我表面上是宁丹境初期，其实早就到宁丹境中期了。我明明是抬手就能掀翻整个大陆的主儿，偏要在徒弟面前装成刚入宁丹境的强者。师傅，您醒了。我看您这里没什么吃的，就去后山摘了些野米，煮了锅粥。师傅，等会儿，可能有点糊。以前在凡间学的，没想到还没忘。其实是上辈子烧烤摊吃多了，耳濡目染也学了2手。或许跟着师傅，真的能过上不一样的日子。出玩意儿干活。你可知自己是什么体质？测灵时只说是凡级下品。也对，现在的你确实是凡级下品。你身怀战神体，一旦恢复，将是至强体质之一。战神体天生为战而生，肉身可神魔，一拳能碎星辰。若是完整状态，刚出生就能引动天地异象。可惜，你娘生产时遭人暗算，本命蛊毒不仅伤了她，更顺着血脉钻进你体内，啃噬你的根基。那还能修复吗？这是先天灵髓，能温养本源，驱散阴寒。接下来3天，每天此时我用灵髓帮你逼毒，每次1个时辰，过程会很疼，忍着。服下休息，明天此时再来。蛊毒清干净了，现在该让你的战神体彻底醒过来了。服下它。谢师傅再造之恩。这战神册配你的体质正好，拿去好好练。师傅，这太贵重了，放着也是落灰，你能用它打出点名堂，才不算浪费。弟子定不辜负师傅厚望。自己得到的不仅是修复体质的机会，更是一个足以颠覆命运的起点。从基础的猎食拳到足以纵横无敌的战神领域，每一招每一式都透着霸道无比的战意。体内的金色战气比之前更加凝练，运转也愈发流畅。是时候试试这淬体之术了。炼体境9层，攻城！师傅，弟子已入炼体境9层，还行，没浪费这体质。你现在是炼体极境9层，就得在炼体境打磨到极致，让每一寸筋骨都浸透战气，化作铜墙铁壁，再考虑突破。萧若白，这个看不透我功法给你，此法能收敛气息，隐匿修为，比寻常敛息诀高明100倍。这看不透不仅能隐匿修为，还能模拟其他体质气息，压战神体锋芒。是行走在外的保命符。弟子明白。收敛气息，变回3天前的样子。记住，少说话，他们是来看你的。顾师弟，
打扰了。今日收徒大会之事刚处理结束，你收了位新弟子，我等过来看看，顺便送些修行用的物件。这是些固本培元的丹药，小孩子家刚入门，用得上。孩子在顾峰主这里要好好修行，有难处可去丹立无比，你且先用着。谢谢宗主，谢谢各位峰主。顾老弟，这孩子体质看着确实弱了些，需多费心。这孩子能被你看中，定有不凡之处。只是修行之事急不得，若是丹药不够，尽管开口，宗门库房还有些存货。如此，多谢师兄了。宗主师兄，此次收徒大会收获如何？这一届资质尚可，天级下品资质有3位，好好培养的话，突破天人境问题不大。若是机缘足够，或许能搏一把王者境。还有几个灵级上品也算不错了。这群老家伙果然个个都是老六，明面上的修为竟比真实境界低了不止一个大境界。看来清玄宗能在玄州立足，靠的可不止表面那点实力，倒是比往届强些。顾师弟，这孩子虽看着孱弱，但能入你眼，想必有过人之处。不如让他也参与参与，多和同门交流，总比闷在紫中锋好。再说吧，看他到时候能不能引其入体。也好，不强求。那我等便不打扰了。师傅，他们都是些老狐狸，天级下品资质在他们眼里是宝贝，在你这战神体面前不值一提。去修炼吧。成了，这速度绝大当初预料的还快了3天。师傅，我突破了。顾师叔在吗？弟子沈金湖奉宗主之命送些丹药过来。好浓郁的灵气，难怪收徒大典当日，宗主师傅望着紫竹峰方向低声叹息，没拜师紫竹峰，可惜了。玄阳子那老狐狸，天级上品资质竟对外只说是天级下品，惊鸿剑体配当天级上品资质，这丫头的潜力比那3位天级下品加起来还强。顾师叔，弟子今日来，一是送宗门分发的月历丹药，二是想问师叔一句话。说。收徒大会上，宗主还想让您收我为徒，却最终选了这位师弟。弟子自认资质不算差，剑道天赋更是同辈强者，为何师叔偏偏不肯收我为徒？弟子并非质疑师叔的决定，只是实在想不明白。这次送丹药也是我主动请用，就想亲自来问问。你想知道，其实很简单，你资质是天级，对吧？是的。可你看我，修为不过凝丹境初期，修炼经验尚浅，我收你为徒，岂不是耽误你的前程？可您是峰主，峰主就不能修为低了。我入门也不过10年，和你年龄相仿，只是机缘巧合继承紫竹峰罢了。不信你去问宗主我的底细，他最清楚了。弟子明白了，多谢师叔解惑。丹药送到，弟子告辞。师父刚才说自己是凝丹境初期，可明明前2天还偷偷告诉我，他其实是凝丹境中期呢。这秘密也就我知道。傻笑什么？没什么，师父，就是觉得您说的对。再叫就把你毛拔了做胆子，还愣着干嘛？抓紧去修炼。回来了，紫竹峰一行可有什么收获？师父，丹药已送到顾师叔手上，可紫竹峰的灵气那般浓郁，顾师叔只有凝丹境，能守得住紫竹峰吗？你可知顾师弟的来历？他10年前被紫竹道人收留，在紫竹峰修行，后来紫竹道人云游离去，便将这紫竹峰传给了他。紫竹道人对咱们清玄宗有大恩，当年若非就不能站在你面前了。是以如今对紫竹峰多有照拂，也是分内之事。原来如此，可紫竹峰的灵气为何会那般浓郁？这便值得玩味了。紫竹道人在时，峰上灵气远不及如今，他走后，灵气突然暴涨数倍。以我推断，这或许是紫竹道人为顾师弟布下的后手，助他在灵运滋养中稳步精进。你顾师叔年未及20，在那般灵地修行10载，岂会只在凝丹境徘徊？依我看，说不定已经到了紫府境。那他为何说自己是凝丹境？只是他心性淡薄，不喜张扬罢了。而且紫竹道人当年留下不少宝物，能被他看中的定然不凡。顾师弟看似慵懒，实则深藏不露。你往后多去紫竹峰走动走动，哪怕只是沾染些那里的灵气，对你的惊鸿剑体都大有裨益。惊鸿，修行之路处处暗藏凶险，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你天赋异禀，身负惊鸿剑体，更要懂得藏拙，切不可过于张扬。就像你顾师叔那般天赋，却只显露一部分修为，这便是大智慧。弟子明白，多谢师父教诲。你看为师在外人面前一直都只显露洞天境中期，但实则不然，为师早已突破到洞天境后期了。恭喜师父修为再进一步。这丫头还是太年轻，
为师这点手段可不能让他全都知晓。师傅这操作跟顾师叔真是一路同色啊，转头就给自己来个后期的惊喜。合着宗门里的长辈都这么爱搞这套。师傅，若是没别的事，弟子就先告退去修炼了。难怪他们能处到一块儿去，这藏博的本事真是不相上下。还有事？师傅，您说要懂得藏拙，弟子觉得十分有理，只是弟子不知该如何隐藏自身修为。您那里可有合适的敛息诀？你能有此想法甚好，这是清玄莲敛息诀，但用来隐藏修为足够了，你且拿去好生研习。多谢师傅，弟子明白分寸。一群跳梁小丑，不值一提，宗主自能轻松应对。焚天宫此时上门，怕是来者不善。这群家伙定是来炫耀新收的弟子。诸位随我去山门看看。猎龙主倒是稀客，不知今日大驾光临，所谓何事？1年后的7大宗门比斗定在我焚天宫，特意来知会你一声，也好让贵宗早做准备。哦，猎龙主这消息倒是让人意外。我焚天宫如今的实力，承办这场比斗自然绰绰有余。倒是你们清玄宗可得加把劲儿了，别到时候连个能上台的弟子都找不出来。猎城主多虑了。说起来，这是我新收的弟子赵岩，天级中品资质，距筑基境只剩1步之遥。玄阳宗主，久仰。我乃焚天宫首席大弟子林烈，20岁，宁丹中期。听闻玄宗人才济济，不知哪位敢出来与我一战？听说你们今年也收了几个好苗子，不如叫出来交流交流，别藏着掖着了。听说你有个得意弟子叫李玄风，怎么今日不见踪影？莫非是怕了，不敢出来见我们？玄风闭关江掌主，这般急于让弟子露脸，莫非是怕1年后的宗门大比没机会再炫耀了？玄阳子还是这般牙尖嘴利，只是不知贵宗弟子是否也有你这般底气。我宗弟子向来低调，不似贵派这般喜欢张扬。不过若是真相比，明年大比，手下见真章吧。既然玄阳宗主有顾虑，那便不勉强了。看来是小看玄阳子了，本想借此机会试探一番。既然交流不成，我们也该回去了。告辞。此子已有取死之道。他们今日来，一是炫耀实力，二是试探底细。7大宗门比斗，他们想让我们自乱阵脚，我们偏要沉住气。从今日起，所有弟子定要勤加修炼。1年后的比斗，不仅是为了宗门荣耀，更是为了你们自己，为了证明清玄宗的弟子绝不比任何人差。看见没？清玄宗弟子不过如此。等明年大比，咱们把清玄宗的脸面踩在脚下。是。有种别跑！让你把我迎客松，没打断你腿算客气的。在我山门放肆也就罢了，还想折辱我宗弟子，真当我玄阳子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？这顿拳脚算是给你们的嚣张结个利息。到底是谁？此仇不报，我烈天雄就不姓烈。会不会是清玄宗？不可能，就清玄宗那怂样，哪有这等高手？除非他们禁地那几个快入土的老怪物出关。可刚才那人气血旺得像头牛，哪像块咽气的？肯定是咱们以前得罪的仇家。好家伙，这是谁干的？下手比我还黑，真是解气！又是你，还敢回来找死？你瞎叫唤啥？我刚路过，好不好？这才顺眼多了，让你吼我。现在知道谁嗓门大了吧？这货气息咋有点眼熟？这壮汉看着像哪个疯的莽货？嚯，谁比我还急？下手够狠啊！算了，现在揍他们好像有点不讲武德。等他们养养精神，我再给他们来个惊喜2连击。到底是哪个挨千刀的？都说君子报仇10年不晚，清玄宗倒好，报仇是从早到晚。其实我本来还想亲自下场，现在看来，宗主和封主们比我先下手一步。看着他们这么惨，我今日还是先不动手了，等他们今日休息一番，明天再给他们一下吧。唉，我还是太善良了，看不得世人疾苦。你看他们，先是被宗主揍了，又被石师兄敲了，现在连叶师兄都忍不住去踩2脚，太惨了，实在太惨了。我若再补上一刀，岂不是趁人之危？这叫君子报仇，讲究个细水长流。在这片广袤地域上，共盘踞着7大宗门，彼此制衡，维系着修行界的秩序。清玄宗坐落于玄州腹地，以青云山脉为中心，势力范围辐射方圆万里。焚天宫位于极南火山地带，主修火系功法，门人性格暴烈，战力凶悍，向来与清玄宗不对付。7大宗门每3年举办一届比武，由上届第一承办，比试既论修为高下，也定资源、灵脉与矿脉归属，排名越靠前，所得修炼资源越丰厚。焚天宫广纳天级弟子，又有天人境长主烈天雄坐镇，野心勃勃。此番借宝物换来比武承办权，意在登顶玄州第一宗门。恭喜宿主签到成功，获得5000年修为，获得大道至宝混沌青莲，获得极道地气9天龙魂戟。自从收萧若白为徒后，系统还挺贴心，知道自己收了徒弟，签到一些平常人能用的9天龙魂戟，蕴含9条龙魂本源。
此物倒是合适若白。真正让我略感在意的，反倒是那株混沌青莲。此物扎根于混沌沌本源，每一片棱叶都承载着一道先天大道，倒是有些许不易。快，再走50里就到咱们天宫地界了，看谁还敢动手！公主，您说昨晚那瘦子到底是谁？下手也太阴了。这就想跑？昨天说的细水长流，可不能不算数。你们见过从天而降的掌法吗？是万法阁，一定是万法阁的人。我们赢了赌斗，万法阁竟然如此不讲武德！好一个万法阁！输了就输了，就用这等手段报复，这笔账我焚仙宫记下了。快传讯，让宗门来人接应我们。此一击虽没有要几人的命，却也足以让你们在床上躺1个月了。我还想看1年后焚天宫的弟子在比斗大会上如何被揍的。竟然还有意外收获，有人背锅了，倒什么不赏识。万法阁阁自视甚高，焚天宫睚眦必报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切。若白，过来。师父，你这战神策练的倒是扎实，已经到了筑基境中期，只是过于追求力量的爆发，却忽略了气息的流转。方才出拳时，这里的灵力淤塞了半息，若是实战中被对手抓住这个破绽，足以让你重伤。修炼如逆水行舟，既要勇猛往前，也要懂得张弛有度。你这几日埋首苦修，权力虽长了不少，可实战经验几乎为零，真遇上敌人也无法从容应对。求师父指点。实战对练、闯阵，甚至与妖兽周旋，都是积累经验的法子。跟我来。这是阵法，进去看看。这是哪里？养了些妖兽给你练手用的。看见那几座山没？从这儿到那儿，这些妖兽修为最高在凝丹境，给你1天时间灭100只筑基期以上的妖兽。记住，只算筑基往上的。弟子明白。低于这个不算数。多谢师父。我在山外等你，天黑前没回来，今晚就没你的饭。师父放心，弟子一定完成任务。破！实战从不是戏耍，对敌人仁慈，便是对自己不负责。每一次挥拳，体内的战神血脉便沸腾1分，骨骼间隐约传来金戈交鸣之声。还有43只。去看看那头老黄牛长肥了没？你不要过来啊！我昨天刚长好的蕊记。顾前辈，今日的肉能不能换个地方？上次还没长齐呢。竟然胖了点。不过今天不是来割肉的。昨天烤的苍狼血豹味道不错，让你种紫烟灵米该熟了吧？别忘了明天把灵米准备好，少一粒就割你前腿的肉做酱牛肉。你欺妖太甚！你都不能少，不然要割前腿。魔鬼，这哪里是活物，分明是被驯化的妖兽。100只，不错，过来坐。师父，尝尝。这肉我用灵力炼化过，虽肉滋养身子倒是正好。不过你现在境界尚浅，不宜多吃，3-5块便够了。师父，这是什么肉，竟有这般奇效？就是条偷蛋的小蛟蛇，这肉质不错，便捉来割了点肉来烤了。弟子感觉体内灵力充沛了许多，比打坐3日还有效。今天的战斗你进步不小，懂得利用地形规避铁甲犀牛的冲撞，应对金甲蟒时也能及时变招，这是优点。但缺点也很明显，你太执着于正面硬拼，面对速度型妖兽时，身法过于僵硬。弟子知错，知错就改变好。今日你也累了，先回去休息。明日一早，我教你一套踏影步，
学好了能让你在实战中更灵活。多谢师傅。轻点儿。这股力道太霸道了，它像复古之雀似的缠在经脉里，每次运功都会往骨头缝里钻。就是，弟子这胳膊明明接好了，可只要想抬起来，就像有只大手往下拽，疼得钻心。师傅，我这牙是不是长不出来了？查，给我接着查，定是万法阁那老匹夫干的。我明明留手了，就踹了烈天辉几脚，揍了他们一顿，怎么会伤得这么重？从天而降的掌法，我明明是穿着灰布短茶动手的，哪来的掌法？看来以后出手要加点力度了，可不能被其他师弟比下去。难道是我出手太轻了？好，打得好啊！让各据点的弟子都睁大眼睛，有什么新消息立刻传回。焚灵宫那群蠢货，脑子是被门夹了吗？竟以为这等拙劣伎俩是我万法阁所为？查，给我仔细查，到底是谁想把这盆脏水泼到我万法阁头上？丁，恭喜宿主获得无敌领域，悟道茶树10颗。系统，无敌领域是什么？回宿主，以紫竹峰为中心，方圆万里为无敌领域，宿主在领域内绝对无敌。哦，也就是说，在这万里之内，我便是天。不错，以后倒是省心不少。此树结出的茶叶能助人顿悟，对大地以下有效，在此界是无价之宝。该种到哪里呢？罢了，单独开辟一片灵田吧。还差个打理药田的998、999、1000。我准备好，那魔鬼应该不会折磨我吧？好久不见啊，我的老朋友。老黄啊，给你找了个新活，以后这片灵田归你管。这是悟道树，还有真龙不死药。干得好，每月赏你一片叶子。主人放心，小妞一定把药田当命根子守着。对了，自己在灵田边搭个棚子，紫燕灵米还得继续种，别耽误了。师傅，尝尝新摘的茶叶。师傅，这茶自己种的茶就在那边，以后想喝自己去摘。既然境界稳了，便传你踏影步。此步法讲究一个快与变，快在步频，让对手难捕捉轨迹；变在方位，遇阻能瞬间改向。去练吧，练到能在这片竹林里穿梭自如，不碰断一片竹叶为止。是。总能以最巧妙推求速，不在没碰断一片竹叶。不仅让灵力与步伐都恰到好处，甚至连带动的风都轻柔得很。这小子倒是有些意思。堂哥师弟，我来了。喏，给你徒弟的，这是青纹草，别看不起眼儿，煮成药浴最能温养肉身。我记得这小子刚入门时身子骨弱，寻常淬体汤都扛不住。这草性子温和，正好给他补补。师兄有心了，还是你这茶够。没想到你竟然还有后山摘的无名野茶。前阵子我翻宗门秘简，见上面画的悟道茶叶片脉络都跟你这茶一个样。可那玩意儿不是传说中能让大地顿悟的至宝吗？别说咱们清玄宗，就是万法阁那种传承万年的老古董窝，怕是也凑不齐一片叶子。喝茶。好家伙，你这茶当真了得！你这徒弟竟已到炼体1重天了，资质是凡级下品吧？这才不到1个月，竟到了炼体1重天，这速度可不慢。也就心性还可以，资质比你那惊鸿剑体徒弟差的不少。这孩子跟你一样闷不吭声的，却都藏着东西。我说长哥，你这弟子是块好料，但也不能总闷在紫竹峰修炼啊，多让他去前山转转，跟内门弟子比划比划。总憋着也容易练出心魔，不是？要我说啊，若白不想出去也不要紧，我就吃点亏，让我的几个弟子玄风、惊鸿他们多来紫竹峰陪陪他。绕了半天，原来在这儿等着呢。这老狐狸分明是变着法给自己徒弟谋福利。师兄，你该不会是想……你看惊鸿那丫头就是性子太傲，让她多来紫竹峰跟若白切磋切磋，磨磨性子多好。再说了，你那茶叶都是为了宗门将来着想。
行吧，不过说好了，半月来一次，多了可不成。我还想多睡会儿懒觉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就半月一次。你看啊，我给你徒弟送了青文草，能不能再给我匀点茶叶？半斤不，3两也行。我可不是自己贪嘴，主要是晴岳峰那老石头最近突破卡在瓶颈，还有剑啸峰几个小子练剑伤了经脉，这茶不是能安神悟道吗？给他们用用，说不定能早点突破。旁边架子上有2斤，自己拿。那我明儿个让他们带2壶新采的山泉水过来，听说用山泉水沏茶更香醇呐。玄风、惊鸿，滚过来！师傅，您这火急火燎的，是要给我们派什么好差事？明天一早，你俩去趟紫竹峰。去紫竹峰？顾师叔平时不是喜好清静，不需要外人打扰吗？你懂什么？主要是陪你萧师弟多交流交流。那孩子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，多可怜。师父说的是，之前我闭关突破无暇分身，如今出关了，是该去看望一番。若白，你这身衣服穿多久了？是该这小子换身行头了。回师父，从进山门就一直行头了。穿着这身出去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紫竹峰穷的揭不开锅。拿去试试，合不合身？师父，这……别这那的，去幻赏让为师看看。师父，这样行吗？不错，像个正经峰主徒弟的样子了。这身行头，明天见师兄师姐，总算不丢紫竹峰的脸了。不过有件事得跟你们说清楚，若白那孩子资质嘛，不算顶尖，你们切磋的时候可得拿捏好分寸，尤其是惊鸿你，别动不动就拔剑出鞘，把你那惊鸿剑意收着点。要是把人孩子打怕了，伤了他修炼的积极性，我饶不了你们。师父，我有那么不懂事吗？你还好意思说？上次跟剑啸峰那小子比试，人家认输了，你还追着砍。要不是我拦着，他现在还躺床上呢。还有你们给我记牢了，你顾师叔最烦外人在他紫竹峰瞎折腾，去了给我乖乖听话，否则我扒了他的皮。为啥？哪来那么多为啥？你顾师叔手里的宝贝比宗主库房还多，让他顺心了，随便漏点东西都够你们突破的。都，弟子明白。这是擎天掌精药，顺便带给若白。兄，咱有必要这样吗？搞得跟偷鸡摸狗似的。很有必要。你又不是不知道这竹竹峰的好处，谁不眼馋？前阵子我突破前外出散心，路过竹竹峰时，就瞅见晴岳峰的石峰主大半夜的在竹竹峰半山腰挖狗洞呢。嘘。该死！这顾师叔的阵法也太隐蔽了。看来咱们这功夫还是不到家呀。师兄，这网勒得我骨头疼，该怎么办啊？我也不知道啊。要不咱们喊师傅吧？喊师傅？要是让他看见咱俩这样，得被他揍得下不了床。可总不能就这么一直吊着吧？天快亮了，待会儿若白师弟出来晨练，看见咱俩这模样，脸都得丢尽。那你说咋办？要不试试运气，喊顾师叔？喊顾师叔？他老人家要是以为咱俩是来偷东西的，直接把咱俩扔山下去喂狼咋办？你能不能小声点，生怕别人不知道我们在这儿。小声有什么用？这破网有人来救，否则我们根本出不去。真是怕什么来什么。就你会耍小聪明。这玄阳子教出来弟子倒是跟他一样投机取巧，罢了，再掉下去，怕是真要成腊肉了。下次想半夜串门，好歹提前踩好点。你们啊，这点本事还想学人家偷偷摸摸？看看你们石师叔，半夜来半山腰，都知道挖个狗洞钻，你们倒好，直接往阵法上撞。有刺客！师傅你后退！若白师弟，是我们啊，青云峰的李玄风和沈惊鸿。你们穿着夜行衣半夜闯进来，怎么看都不像好人。放下吧，是你玄阳子师伯派来的。交流需要穿成这样，还半夜来？师弟有所不知，我与你惊鸿师姐是想考验一下你的警觉性。师父，多谢师兄教诲，是师弟疏忽了，往后定当勤加练习，提高警觉性。以前怎么就没发现元丰这小子有着逗逼的属性呢？编起瞎话来一套一套的，还真把单纯的若白给唬住了。乖徒儿啊，你确实该多练练了。好了，既然人到了，就别杵在这儿了，你们自己去交流吧。狗洞，我的狗洞。
若白师弟，这是我师尊让我交给你的擎天掌精要，你可知晓？这擎天掌乃是我清玄宗的核心秘籍，非封主亲传弟子绝不可学，切记不可外传。多谢玄阳子师伯厚爱，你师父与我师父相交莫逆，咱们本就该互相照拂。你之前未曾修炼过擎天掌，我且给你演示一番基础招式，你且看着。这第一式擎石，讲究的是蓄力于掌，刚柔并济，看似刚莽，实则暗藏泄力之法，最适合你如今炼体境一重的修为打基础。你试试运气于掌心，不必追求力道，先找对气感。初学这事时，最忌急于求成。我曾因一味追求掌力雄浑，导致经脉淤阻了好几天。你要记住，气运丹田时须如涓涓细流，运转至掌心时再慢慢汇聚，就像春日融雪般，看似轻柔却后劲绵长。老黄，你这悟道茶没白吃啊，就长肥了一些。种地比耍牛皮子像样多了。别躲了，今天就割一小块。上次你偷吃我悟道茶叶，总得赔点肉吧？这老牛还真不错，不仅能用来种田，养的肉还能给徒弟补身体。当初从大山把他请来，简直血赚。好香，是什么灵米？都过来吧，饭好了。顾师叔，您这灵米闻着就舒服，灵力肯定特足。坐，不要贪吃，适可而止。这也太神了，比主峰善堂的灵石强100倍。这灵石确实比食堂的强。尝尝这个。这是顿悟，别压制。顾师叔，您这手笔，弟子实在受之有愧，这份恩情，弟子没齿难忘。这丫头的剑体比玄阳子说的还准，炼体境9重的壁垒破碎，直接踏入筑基境。多谢师叔成全，此恩此德，沈惊魂必以死相报。看来这先天灵碎和9转金丹还能改善资质。不要着急，你的路得一步步走。心境出城，最忌心浮气躁。你们俩去旁边竹林巩固修为吧，别浪费了这紫竹峰的灵气。你跟我来。师傅，这是让我杀妖兽？去里面杀妖兽，凝丹境以上的杀够500头再回来。500头？怕了，此次战斗再给加点难度，不准动用魂技，只凭肉身和反击兵器。不杀够500头，绝不回来见师傅。顾师叔，今日只顾着巩固修为，竟忘了陪若白师弟交流，实在失礼。要不我和师妹明天再来，正好带些主峰新采的灵果给若白师弟补补。明日定当早些来，与若白师弟切磋步伐。滚吧，半个月后再来，下次天亮了再来，别打扰我睡觉。是，多谢师叔。不对劲儿，这俩娃娃前几天还是凝丹后期和炼体9重，怎么一天不见，气息变强大了不少？坏了，这老东西最是爱凑热闹，怕是已经看出猫腻了。得，清静日子怕是要到头了。小兔崽子们都给我出来！明天跟老子去紫竹峰拜访你顾师叔。检测到宿主今日还未签到，是否进行签到？签到。丁，恭喜宿主完成今日签到，获得5000年修为。丁，恭喜宿主获得苍云秘境。苍云秘境内部有着100万里领土，灵气浓度是外界的100倍之多，深处藏有上古宝物和不朽传承。今日收获不错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没让你顾叔叔生气吧？在紫竹峰收获怎么样？没和若白闹矛盾吧？师傅，您这洞府稳妥吗？什么稳妥稳妥？我这青云峰主殿，别说悄悄话，就是放个天雷都传不出去。咋了？难不成在紫竹峰捡着宝贝了？紫福境中期，紫福境中期，筑基巅峰！你们俩一天就跨了一个大境界，快告诉我发生了什么？顾师叔先让我们吃了早饭，后来泡了壶茶，我们各喝了一盏。你顾师叔那是有好茶。后来顾师叔捏碎梅金灿的丹药，取了点粉末融进灵气里，还滴了几滴乳白色的灵液，说是帮我们凝实根基。我就说你长歌师叔藏着宝贝，让你们去陪练，真是走对了。那茶喝下去，弟子卡在凝丹后期的瓶颈，就像被捅破的窗户纸。那金丹粉末更深，灵力里的杂质全被剔干净了。
现在运转起来比琉璃还通透。剑体觉醒时，那几滴灵液顺着经脉游走，像是把沉在骨子里的钝痛都洗干净了。现在随便挥剑都能引动天地剑意。不对，不对，你们的资质……快，把手放上去！圣级，你也测？惊鸿，你可是天级上品，宗门年轻一辈独一份的天级上品呐！圣级，是圣级啊！2个，我清玄宗的2个天级资质竟都成了圣级！你小子，如今竟一步跨了王级，直抵圣级，这要现了这天啊！丫头，你给我整个圣级中品，还带先天剑体，记住。你们的资质，除了我和你们顾师叔，绝不能让第5个人知道。这可是要现了这天啊！不行，明天我得亲自去趟紫珠峰。您去做什么？什么？你顾师叔赐予你等如此天大的机缘，我这做师傅的岂能连句像样的感谢都没有？得找件拿得出手的东西才行，总不能空着手去。不行不行，这玉虽能温养灵力，但在长哥眼里，怕是和路边石子没区别。这柄清风可是我当年斩杀3头紫电蟒才换来的，论品阶也是天级宝物了。罢了罢了。长哥随手给你们的丹药灵液都能逆天改命，这飞剑拿出去，怕是要被笑话。长哥师弟，救我！这破结界不讲道理啊！我就想进来串个门，他居然却自己动手捆人。清闲、墨尘，快起来！为师带你们去寻个大机缘，莫要声张。师傅，什么机缘非得半夜去啊？紫珠峰，玄阳子那2个徒弟从那儿回来后修为大涨，定是顾长哥那小子藏了好东西。擅闯其他峰不太好吧？怕什么？为师好歹是晴月峰主，去师弟那里串个门怎么了？好浓的灵气！傅灵腾，顾长哥，你个小兔崽子，居然在自家门口放这种阴险玩意儿！这就是您说的大机缘？意外，纯属意外。石师兄这是唱的哪出？大清早的，不去看管你那晴月峰的弟子，跑到我这竹林里荡秋千来了。师弟，别取笑我了，快放我们下来！我怎么知道师兄半夜来我竹珠峰是图谋不轨呢？还是想偷师呢？昨天我看见玄阳子那俩徒弟从你这儿出去，气息不对劲儿，就知道你准藏着好东西。你看我这俩徒弟资质平平，你就发发慈悲，也让他们沾沾光。你这2个徒弟，一个天级下品资质，一个天级中品资质，放在7大宗门，哪个不是宝贝疙瘩？这就是你说的资质平平。跟玄阳子那俩徒弟比，可不是平平无奇嘛。你们2个小家伙跟着这老不正经的师傅也是辛苦了。弟子石京横李墨尘拜见顾师叔。起来吧，既然来了，就进来喝杯茶吧。这2个少年年纪轻轻，一个18岁，一个20岁。如此年龄已是宁丹境，根基很是扎实，在同龄人中绝对算得上天才少年。石师兄平时对紫珠峰很是照顾，也罢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也不能厚此薄彼。我这儿也没什么好招待你们的，就这灵气浓郁了一些，你们先找个地方修炼吧，带我去准备早饭。不用了，顾师叔，我们不饿。胡说，怎么能不饿？大清早的折腾到现在，肚子早该空了。长哥师弟的好意你们得领。这俩傻小子好不容易有机会蹭上一顿，怎么能放过？那就叨扰顾师叔了。无妨。正好老黄新磨了些灵米粉，再炖块牛肉，很快就好。坐吧。长哥师弟，我没来晚吧？好你个石胖子，我就说今早喜鹊叫得欢，原来是你这尊大佛先一步登了门，还带着俩徒弟。怎么，晴月峰的灵米不够吃了？总比某些人天天惦记着蹭吃蹭喝强。再说了，长哥师弟的手艺多来几次都嫌少。前日醉，你竟然把这坛酒挖出来了！当年宗门大比，我求你开坛，你说要等徒孙辈成村时当贺礼，合着都是骗我的。我乐意给谁喝给谁喝，本来是特意给长哥师弟带的，哪料到会撞见你这馋猫，真是便宜你了。再闹，牛肉可要凉了。长哥师弟，你这牛肉炖的真绝！金先生、墨尘，快吃，这灵米过这村没这店了。长哥，若白呢？怎么没看到若白？我让若白闭关修炼去了，正好趁这段时间稳固下修为。说起来，最近外面有点不太平，你和若白最近最好别出清玄宗。发生什么事了？还不是焚天宫和万法阁对上了。说来好笑，那日焚天宫从咱们清玄宗离去后，一晚上挨了4次揍，真是太惨了。听说他们一行人现在还在床上躺着，爬都爬不起来。我也听说了，好像是万法阁的人干的。
这万法阁真是仗着自己实力强，为所欲为。要不是知道这2位当日都悄悄跟了出去，还真有可能被他们这演技骗过去。现在呢，两边死了几个紫凤境长老，还有3个洞天境的护法也折在里头了。万法阁倒还好，洞天境的高手就几个受了伤，紫府境也只死了2个。最关键的是，焚天宫的一处灵石矿脉被万法阁硬生生抢了去，这下焚天宫怕是要气疯了。就是不知道这事要闹到少团伙为妙。怪事，真是怪事！烈公主体内这股能量霸道的很，我们用了7种解毒丹、3种化力散，竟连她的边儿都碰不到。你们到底能不能治？再这么拖下去，老夫这条命都要被他耗没了。烈公主，不是我等无能，实在是这能量太过霸道，这伤势太过诡异，我等学艺不精，拿他没有办法。至于空音，我等也没有脸面再拿。告辞。公主，要不咱们就低个头去求万法阁那老东西。听说万法阁阁主云藏海手里有颗破厄丹，或许能解您这怪伤。哎呦，放屁！让老夫去求那老匹夫，他巴不得看我死呢。这伤指不定就是他暗中搞的鬼。大长老说的是什么混话？万法阁这几日欺人太甚，此仇不共戴摊，怎么能去求他们？去过找更加厉害的药师，玄州没有就去其他州找。我不信没有他万法阁，我的伤就没有别的办法。这笔账不能这么算了，其他宗门也参与其中了。大长老，你悄悄去一趟清玄宗和破阵门，要是让我查出来是谁在背后搞鬼，定要他们付出代价。是，公主，这就去办。公主，那万法阁那边先放一放，眼下最重要的是查清楚那晚的事。本来还想看焚天宫和万法阁斗个2败俱伤，没想到这老东西突然转性了，看来得赶紧给清玄宗传个信儿。这焚天宫倒是藏着不少有趣的角色，这场风波似乎比我预想的还要热闹几分。长歌师弟在想什么？刚才看你眼神飘忽，莫不是也在担心焚天宫那摊子事儿？没什么，只是在想焚天宫吃了这么大的亏，怕是不会善罢甘休。谁说不是呢？这次折裂天雄药洞天境护法，又丢了矿脉，说不定正憋着什么阴招呢。管他什么阴招，咱们先把肚子填饱才是正经事。多谢顾师叔。你们别这么看着我，9转金丹我就这么1颗，现在只剩这么一点了。至于先天灵髓，我也就不到10滴，现在也所剩无几，还得留着给我徒弟养身体呢。长歌师弟，我不是那意思，就是觉得你这手段太神了。是啊，长歌贤弟，今日之事真是多谢你了。其实我手中的9转金丹早已堆积如山，先天灵髓更是有满满1壶，但修行之路本就该历经磨砺，若是将这些神物轻易拿出，让弟子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提升，他们又怎会懂得珍惜？行了，喝茶吧。喝完茶，大家修炼一下吧。阁主，听说那烈天雄的伤还没好，药王谷的3位长老亲自去了焚天宫，结果也是束手无策。哦，连药王谷的人都没办法，这就有意思了。这几日焚天宫的人越来越放肆，屡次在边境挑衅，我们也没惯着他们，正好趁此抢了他们一个矿脉，杀了几个洞天境。虽说我万法阁不惧他们，但这黑锅我们可不能就这么背着。阁主说的是，我等这段时间一直在探查，可并未发现玄域有什么新面孔的高手出现。会不会是其他宗门的老祖出手了？就拿清玄宗来说，据我所知，他们之前有位人天人巅峰的老祖叫玄尘子，100年前曾出现过，如果没死，说不定现在已突破王者境了。玄尘子倒是有些年头没听过这个名字了。大长老，麻烦你亲自去一趟清玄宗、破阵门等宗门，悄悄探查一番，切记一定要小心行事，不要暴露身份。是，阁主，属下这就去办。不管是谁在背后搞鬼，只要敢在玄域兴风作浪，就不能忽视我万法阁的存在。以我王者境的修为，若真有人敢挑衅，定能让他付出代价。焚天宫的人要来，万法阁的人也要来，真是越来越热闹了。今日多谢长歌师弟款待，这份恩情我等记下了。长歌贤弟，大恩不言谢，以后若有差遣，请岳峰上下，万死不辞。多谢顾师叔成全，一路小心。长歌师弟，还有何事？这里面是一颗9金丹和1瓶先天灵髓，至于怎么用，就看你这个当宗主的了。长歌师弟，我去吧。要突破了。师父，宁丹只是开始，
剩下的58头，继续。不过接下来的是子府境妖兽，来的正好。踏影步，灵力。你们说，这般瞒着小杨子当真妥当？这孩子这几年为宗门操碎了心，头发都白了大半，兢兢业业。依我看，还是不告诉他为好。为何？咱们几个如今皆是王者境，老夫更是已至王者巅峰。这事儿若是让小杨子知晓，以他那性子，难保不会得意忘形。若是门下弟子因行事嚣张引来灾祸，大兄说的是，还是先瞒着吧。等宗门根基再稳些，再告诉他不迟。弟子玄阳拜见诸位老祖。今日怎么有空来看我们这几个老骨头？老祖，我们保重身体。弟子偶然获得一些灵茶和几滴灵液，师弟说是什么先天灵髓，希望能对老祖们有极为帮助。这太珍贵了，使不得，们活够本了，留给宗门更需要的人。求老祖们成全弟子一片孝心。既然如此，老五啊，你身子最弱，你先。那老朽愧领了。这太贵重了。老祖别激动，慢慢来。这灵茶也是顾师弟珍藏，说是能安神养气，有几率进入顿悟状态。小杨子啊，宗门近来可好？托老祖们的福，一切安好。时候不早了，你回去忙吧。弟子告退，老祖们好生休养。快把结界加固3层！这到底是不是悟道茶？老夫只在古籍上见过描述，我感觉只闻了一口茶香，我就快要俊悟了。快，先泡一壶尝尝。且慢，这茶若真是悟道茶，咱要先调整好状态。老二说的对，我们先调整好自身状态。老五，你这败家玩意儿，一片茶叶就这么吞了，暴殄天物啊！剩下的一片都不能少，咱们得找顾长哥那小子问清楚，这茶到底从哪儿来的。老祖们，弟子忘了说，还有4个月就宗门大比了。老祖，你们怎么了？没事，老五他旧伤复发。我这就叫顾叔弟来。别，这点小事不必麻烦长哥，你先回去。等我出去，非得揍玄阳子那小子一顿。不愧是地级资质，短短不到1个月的时间，从毫无修为修炼到凝丹境中期，这还是我刻意压制的结果。师傅，我突破了！别靠太近，你身上有股妖兽口水的味道。自己竟然这么快就达到了凝丹境中期，甚至隐隐有突破至后期的迹象。现在的我，是不是已经和师傅一样修为了？师傅平时除了嗑瓜子就是喝茶，也没见他修炼，说不定还停留在凝丹境中期。紫竹峰这么好的修炼环境，师傅也不知道珍惜，好好修炼。说不定我现在真的比师傅强了。等我打败了师傅，我就有理由督促师傅修炼了。不过我这一切都是师傅给的，就算以后师傅修为不增长，我也要好好保护师傅。师傅，以后换我来保护你。师傅，弟子洗好了。探查完了。师傅，弟子知错了。修为有所精进是好事，但切记不可骄傲自满。师傅，弟子想和您切磋一下。哦，想试试为师的实力？不敢，只是弟子想看看自己与师傅的差距。好，那便陪你玩玩。师傅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弟子知错了。知错了？方才是谁说要看看差距的？弟子原以为弟子已经很努力了。师傅，您明明也是凝丹境中期，为何我连您的衣角都碰不到？修为只是实力在于对力量的掌控和对击机的把握。你虽进步神速，但战斗经验尚浅，还需多加磨练。弟子明白了。不过，你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达到凝丹境中期，已远超常人。接下来，为师再传你一套适合战神体的战技，名为战天九式，好好修炼。多谢师傅。师傅，弟子一定不负所望。为师期待你的再次挑战。系统签到。丁，恭喜宿主签到成功，获得5000年修为。恭喜宿主获得天地玄黄玲珑塔。恭喜宿主获得地级极品灵脉乘以10。不错，又是不劳而获的一天。这日子好空虚，真羡慕前世的那些牛马可以享受996福报，为何我就没这命呢？哎，10条地级灵脉，
裹着足以让任何宗门疯狂的浓郁灵气，正好找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埋进禁地底下。老年人也不容易，给他们改善下生活。秘境里100万里领土和上古传承，于他而言不过是些无关紧要的点缀，倒不如留给清玄宗当历练之地，一并处理。藏在暗处的老鼠倒是越来越不老实了，这也是宗主和清月峰主他们一心想着苟住发育的一个原因。如果大意，这些藏在暗处的蛀虫迟早会坏了大事。看来要和宗主聊一下这个事情了。这老东西真是蹬鼻子上脸，真当咱们清玄宗是软柿子。要不我带几个长老坐下。焚天宫和万法阁正斗得凶，这时候咱们要是出手，反倒成了活靶子。既然他们先去破阵门，那就先让破阵门挡挡枪，看看情况再说。那要是严苍云摸到咱们这儿来，那就让他尝尝1天4顿打的厉害。哟，2个老狐狸竟然凑到一块儿去了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你们听说了吗？焚天宫和万法阁大长老居然在破阵门打起来了。何止打起来了？听说焚天宫的严苍云被打得吐血，破阵门的藏经阁都被烧了半边，里面的古籍怕是没剩下几本。那火光啊，半边天都染红了，100里外都能瞧见。万法阁和焚天阁这几天本就不对付，抢矿跟抢得凶，可打架就打架，怎么偏要跑到破阵门去？这不是明摆着坑人家吗？谁说不是呢？听说他俩专挑破阵门要紧的地方跑，炼丹房、演武场全遭了殃。若不是破阵门老祖连夜出关，指不定被拆成什么样。我听说是俩老东西半夜偷偷摸摸去破阵门，结果撞着了，都一口咬定对方是来勾结破阵门的。真的假的？可不是嘛！万法阁大长老可是太猛了，竟然是天人境后期修为。那严苍云岂不是危险了？严苍云怀里揣着焚天宫的烈阳令，焚天宫据说被打成那样都没死，全靠这宝贝护着。至于万法阁的大长老，据说胡子都烧没了，想想那模样就滑稽。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啊！打架就打架，非要跑到我破阵门来拆家。藏经阁的孤本烧了3箱，炼丹房的千年丹炉碎了7个，连护山大的阵眼都被烧得冒黑烟。我招谁惹谁了？老祖刚出关就被气得又闭关了，临走前说让您务必讨个说法。讨说法？向谁讨？那俩老东西铁了心的都认为我破阵门与对方有勾结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这俩就是故意的，知道咱们破阵门好欺负，拿咱们当战场。陈铁山那老小子，让他上次抢咱们的灵草，这下好了吧？被俩疯子拆了半拉宗门，活该！说来也奇，为什么专挑人家的藏经阁、炼丹房，倒像是有人在背后推了一把？谁知道呢？或许是天意吧。我看呐，这就是报应，让他整天琢磨着坐收渔利，这下成了别人的垫脚石。下次见到他，我非得问问那3箱孤本烧得疼不疼。师傅最近怎么回事？经常有时候莫名其妙的就笑出来。师傅不会是在紫竹峰待的精神不正常了吧？师傅，您是不是修炼遇到什么瓶颈，走火入魔了？你这脑子里整天都在想些什么？为师好得很，比你这练拳都能摔跟头的小子正常多了。那就好，弟子还以为您在紫竹峰待久了，闷出了什么心事。难道是自己天赋太好了，师傅太高兴了？阁主，我说他怎么敢挑衅我万法阁，原来是联合了破阵门。你确定看到焚天宫与破阵门勾结？千真万确，我亲眼看见严苍云与破阵门门主在密谋。既然他们撕破脸，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。传令下去，万法阁弟子即日起进入战备状态。是。好，很好。万法阁、破阵门，一个个都想踩我们焚天宫。正好7大宗门比斗快到了，咱们就在会上新账旧账一起算。去把地火窟里那3个老怪怪唤醒，就说本座准他们用焚天诀了。门主，万法阁说我们勾结焚天宫，焚天宫说我们勾结万法阁，现在2大宗门都要我们给个交代。造孽！长歌师弟，看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来了。这老狐狸定是遇上了什么乐事，什么事儿这么高兴？你是不知道，最近玄州可热闹坏了。还能这样，真是长见识了。修行界的门道多着呢。去练练战天9式，午饭前把第3式练熟。是，师父。这是侧心剑魄，可变中间，是个清理门户的好东西。侧心玉佩，此玉佩能感应与宗底的真实念头，玉佩便会显露出灰黑色的有义气。若是忠心耿耿，则会泛起金光。像你这样的，便是赤诚之心了。长歌师弟，这宝贝真能揪出所有内奸？怎么，堂堂清玄宗宗主，连清理门户的魄力都没有？放屁！老子等这一天等了100年了。这些清玄宗看似安稳，实则暗潮汹涌。
只是大家隐藏的太深，一直没能清理。这侧心玉佩简直是及时雨。但切记，此宝不可轻易示人，以免打草惊蛇。长歌师弟，这份大礼我代清玄宗谢过了。先别急着谢，处理那间事动静小点，别闹得人心惶惶。这灵膏是丹顶峰新做的，你留着当零嘴，我这就回去。对了，侧出的那间我先关起来，等你来发落。你是宗主，这点事儿自己做主便是。依我看，焚天宫近日动作频频，定是想在7大宗门比斗前搞些小动作。咱们须得提前布防，绝不能让他们钻了空子。演得真像，若不是早有疑心，怕是真要被你这副模样骗了。诸位长老辛苦，今日偶然得到了些新采的灵茶，来给诸位分分。果然有问题，宗主怎么突然亲自送茶来了？倒是让属下们受宠若惊。李长老近日修为见长啊，看来离洞天境又近了一步。这玉佩是真的。有了这侧心玉佩，清玄宗这潭水也该好好清一清了。3个内奸，执法堂长老王道龙、丹顶峰执事刘显、外门教习张猛，这便是3日内借着送灵茶论功法、查内务为由，用侧心玉佩筛出来的。比寓意的少，看来在我的打理下，清玄宗的根基还算扎实。3个，倒是比我想的干净。还不是托师弟的福，刘显藏得太深了。那日刘显对宗门炼丹一事侃侃而谈，如何壮大丹顶峰，可侧心玉佩涌出的灰气却浓得化不开。那副口是心非的模样，如今想来还觉得讽刺。别得意的太早，普通弟子你还没探查一遍呢。那是自然，骨干排查完了，弟子那边也得跟上。不过咱们清玄宗收清心试炼可不是摆设，能混进内门的大多是心性过关的。普通弟子里就算有漏网之鱼，也掀不起什么风浪。我打算将宗门大比提前到1个月后，到时借着宗门大比的机会，将所有弟子测一遍。理由呢？突然改动日程，总要有个说法。就说7大宗门比斗在即，需要提前选拔参赛弟子，这个理由合情合理，谁也说不出不是来。借大比之名行排查之时，倒是想得周全。那是自然，等把普通弟子也筛一遍，清玄宗就算彻底干净了。